咖啡生豆是属于密度高且具有紧凑结构的种子，一旦开始烘焙，就会改变其原来结构。其中，关注物理与化学变化，能给咖啡烘焙提供很多帮助。烘焙前，新鲜的咖啡生豆会呈现绿色、黄绿色、白色。烘焙过程中，因为类黑素的产生而转变成棕色、深褐色，直到黑色。这是因为糖和氨基酸在加热下结合时形成的聚合物。烘焙主要分3个阶段：干燥脱水期、梅纳德焦糖化反应期以及风味的发展期。这些术语实际上描述了化学和物理变化的不同阶段。物理变化。将生豆放到烘焙机，机器内部的热量会在上升之前先下降，因为生豆不断的吸热，达到平衡后，而温度开始上升的这个点就称为回温点。干燥脱水期，生豆的水分会开始蒸发，压力也会开始在豆子内部形成，此时的物理变化就是颜色从青绿色转为淡黄色。当咖啡豆开始转变成淡黄色，温度大概在150度左右，就表示梅纳德反应开始了。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气体，包含二氧化碳、水蒸气、挥发气体等。当内部压力大到冲破细胞壁，豆子就会膨胀，称为一爆。风味的发展期的同时，梅纳德反应也在持续发生。除了豆子颜色变化，还会影响最终的咖啡风味。豆子从黄色转变到褐色、深褐色。风味发展期就是烘焙到一半开始，咖啡从吸热反应变为放热反应，豆子表面的空隙继续增加，细胞壁的结构从玻璃态转为橡胶态，这是咖啡豆内所含的糖分溶解造成的。在中心留下充满气体的空隙，这代表随着重量下降，豆子的膨胀体积会加大，而大部分气体的积聚是在烘焙后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咖啡还会增加咖啡豆内部的细孔，使密度降低，物质溶解性更强，方便通过水介质萃取。这个变化，咖啡豆从比较小的颗粒转变成为比较大的颗粒。咖啡豆含有油脂，在烘焙过程，内部的高压会使这些化合物从细胞的中心往表面移动。油脂有助于将挥发性化合物包裹在细胞壁内。挥发性化合物是在室温下具有高度挥发特性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对于产生咖啡的香气和口感是不可缺的。如果没有油脂，这些分子可能会快速消散，意味着咖啡豆风味消失得很快。烘焙时间越长，结构的转变会越明显，咖啡豆的密度不断降低，也会产生更多的气体。而烘焙时间越长，咖啡豆的表面油脂也会越多。这些发展在某些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深烘焙的味道跟浅烘焙的味道的不同。化学反应。不同烘焙方式会影响最后咖啡的风味、口感，因为咖啡烘焙会在不同时间与温度发生化学反应。例如，浅烘焙凸显酵素物质、花香、果香、草本、糖类风味；中烘焙的咖啡豆凸显麸兰类物质、坚果、莓果、奶油、芝士、白巧克力风味；深烘焙凸显类黑素物质、焦糖、黑巧、香料等。咖啡豆的化学反应主要来源于氨基酸、还原糖与有机物质。豆子内的蔗糖熔点在170到185度，随着温度的爬升，开始焦糖化反应，
豆子内部因为水蒸气压力穿透细胞壁，产生移胞现象。烘焙机滚筒中豆温是显示约在190到200度，不同的烘焙机温针显示温度或许会有偏差。随着温度再次升高，大约在210到220度之间，咖啡细胞壁纤维素产生崩解、损坏、断裂，此时出现恶爆的声音。葫芦巴碱咖啡因在烘焙中发生热解，产生甲基吡啶瓮和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等物质。这些物质随着温度的增加逐渐损耗，烘焙完成后，葫芦巴碱损失大概 50% 到 80%， 分解成多种化合物，包含非挥发烟碱酸及多种挥发物质，其中有9种是蕴含咖啡芳香物质。咖啡生豆烟碱酸衍生物在咖啡中是呈现风味的酸度与干净及回味的关键物质。烘焙度对咖啡豆中的咖啡因总量影响不大，损耗很小，通常低于 1%。精品咖啡以白色茉莉花香为主，因咖啡豆种或水土关系，酵素在新陈代谢过程产生花香醛化合物，而出现迷人的花香。咖啡的水果味主要以柑橘和莓果类为主，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与巴拿马的桂夏是柑橘味的代表作，这是咖啡豆内所含香脂与香醛的风味的特性。浅烘焙咖啡也常出现柚桂、豆蔻等香料气味，这归因于醛类、脂类、酮类、醇类的挥发性化合物。浅中烘焙的咖啡果香成分富南酮是草莓与菠萝等水果经常感受到的风味。因为梅纳德反应是蛋白质降解与聚合物产生，此反应并非只有化学反应，而是氨基酸与葡萄糖、果糖、乳糖、麦芽糖等还原糖在持续加热时进行一连串复杂的聚合与降解的作用。此作用并不一定在固定的温度发生，但对咖啡而言，此类物质约在150至240度的过程中由氨基酸与碳水化合物反应后生成的。咖啡因是咖啡苦味的主要来源。近年来研究发现，咖啡中 10% 的苦味来自梅纳德反应的产物梅纳丁。咖啡移爆后，随着烘焙温度越来越高，就进入干溜反应。深烘焙的咖啡形成树脂成分的熏香、呛香，这是梅纳德反应与干溜反应的产物。干溜反应是指固体或有机物隔离空气，干烧到完全碳化，而隔绝空气旨在防止氧气助燃或爆炸。意大利深烘焙咖啡豆在即将燃烧前出炉，所经历的脱水、热解、脱氢和焦化过程均与干溜反应过程差不多，而且中烘豆也会产生很多焦香或辛辣气味成分，因此可以将深烘焙的某些风味归因于干溜反应。浅烘焙与中度烘焙的芳香属于低中分子量，但进入恶爆后的深烘焙阶段，豆子碳化加剧，焦糖消失，但梅纳反应持续进行。氨基酸与多糖类的纤维素不断降解与聚合，产生更多高分子量的粘合化合物，形成的香味由梅纳德反应与干溜反应为主导，以焦香、闷香、辛辣气味为主。3. 总结，烘焙中移爆开始才是进入风味发展的关键，在把口感不佳的有机酸消耗掉同时，多留住一些甜感，就在移爆之后的化学反应，也就是俗称的发展期。这个期间有非常复杂的状态会出现，如梅纳德反应持续作用着，
而有新的反应物生成。绿原酸、柠檬酸、苹果酸会降解，醋酸由蔗糖分解产生，奎宁酸由绿原酸分解产生，甲酸以及其他有机酸的生成。焦糖化形成是因为蔗糖加入到160度以上，开始融化，并产生脱水反应，颜色变深，挥发出焦香气。但咖啡的焦糖化反应是非常复杂的。焦糖化是糖受热之后的脱水反应，它的反应生成具有焦糖、酸质、香气物质、二氧化碳等。伴随咖啡焦糖化的过程产生的奶香、甜香、蜂蜜、麸兰甜香、水果甜香等而产生香气的同时，甲酸、乙酸等四级的酸也大量产生。焦糖化反应继续下去，则是二氧化碳产生，并迎来恶爆。焦糖化虽在一爆前开始发生，但主要发生的生成物是在一爆后。不论是有机酸或香气物质生成的有机酸，伴随着发展时间的拉长，再度被当然挥发性的香气物质也是一样。发展时间不足，酸质太强，掩盖了咖啡的甜味物质；发展期太长，风味会钝化，甚至会有焦苦。要发挥咖啡的甜感，发展时间以及温度变化都需要适度掌握。但是品鉴咖啡时，舌头感受到的甜感绝非完全来源于味觉，而是嗅觉中闻到的麸兰类物质。这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